我是北京老刘，也算是旅游领域的自媒体创作者。很多人都是看过了我拍的旅游风景而认识和了解我。我酷爱旅游，也走过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我的视角也把世界美景分享给大家。很多网友也喜欢我拍的视频，觉得风景拍得非常美。其实在我心中，也有一位非常值得我尊敬的拍世界美景的大家，甚至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就是著名的摄影师、知名的企业家罗红。可以说他的作品享誉世界，是世界顶级的摄影作品。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位著名的大师罗红。他也花费了6年时间，耗巨资在北京建了一个罗红摄影艺术馆。艺术馆在北京的机场附近，离市区相对较远，门前就可以看见一片造型各异的松树的艺术景观，非常漂亮的园林设计。这个艺术馆占地不小，包括了罗红摄影画廊、东方园林景观群，还有一个黑天鹅蛋糕的艺术馆，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著名设计师设计的。这里常年展出罗红先生在世界各地创作的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的摄影作品。这个艺术馆也被赞誉为是一个温润心灵的艺术空间。这里的门票是100，15岁以下少儿免费，老年人半价。来到罗红艺术馆，必须要看的是一段非常精美的35分钟的纪录片。我是四川大山里长大的孩子，15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相机就迷上了它，要把感动我的美记录下来。罗红先生的摄影作品基本都是由直升机来拍摄完成的。是的，是直升机，不是无人机。他用了常人无法看到的视角，全景式的呈现地球与生命的罕见之美，给观众带来无比震撼的观展体验。这个纪录片拍摄的精美绝伦，非常震撼，尤其是对于非洲、南美、冰岛、南极等地的奇特景观，让人叹为观止。他在20多年间经历了38次的非洲、4次南极、2次北极，还有中国中西部的全境创作，用镜头捕捉了大自然的瑰丽壮阔。其实这些地方我也都去过，也拍过自认为不错的照片和视频，但是和罗红先生的视角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欣赏一些视频片段。来到墨西哥最大的火烈鸟保护区，拍摄这里的4万多只加勒比火烈鸟。可以想象拍摄这些画面的装备有多专业，而捕捉这样的镜头需要多么好的运气和耐心的等待。是我最喜欢的鸟类之一，我一直在用相机讲述它们美丽的故事，这个故事还将继续下去。纪录片着重展现了非洲的美丽风光，这里也是让我终生难忘的梦境之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非洲一样。在非洲，我看到人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肯尼亚的草原，纳米比亚的沙丘，赞比亚的草原，博茨瓦纳的绿洲，莫桑比克的海底沙漠。这片欢腾的土地，一次又一次的令我感动，也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回来，
这些画面让我有再次回到非洲的冲动。每当雨季来临时，这里汇聚了技术的野生动物。每种土地上都散发着野性和美，全世界最丰富的野生动物，这是我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不曾见过的。在莫桑比克的海岸线上，有一片神奇的海底沙漠，流动在海水下，散发着欢乐诗意，令人着迷。它们栖息在湖泊上，经常有上百万只。我从未见过如此壮丽的生命场景。后来，我在不同的湖泊记录它们不同的生命形态，捕捉它们的美丽。东非火烈鸟的家园，是我每次回到肯尼亚都要回来看看的地方。是火烈鸟让我意识到，最美丽的风景是有生命的风景。这里是我曾亲眼目睹过的天河之渡。2007年和2014年，我2次来到南极。想起了我在2019年去南极的难忘经历。记得我当时买了一张2万多的南极船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画面还非常的震撼。而罗红先生拍摄的都是常人难以看到的画面，他一次南极的旅行经费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第2次南极之行结束时，我得到消息，冰岛的火山爆发了，我就马不停蹄地飞到冰岛。因为罗红先生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所以他的旅游经费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每次都是雇佣了最高规格的摄影团队，感觉每次都是几架直升机互相拍摄。而他拍摄的南美巴塔哥尼亚的视频尤其让我震撼。巴塔哥尼亚世界的尽头，因为这里我曾徒步过很多线路，而他是从空中俯瞰拍摄的这些画面。但遇上非洲之后，我就没有再创作风光作品。在巴塔哥尼亚，再度回归风光摄影，这是一次自我挑战。这些壮美瑰丽的画面让我看到后有一种震颤的感觉。巴塔哥尼亚是一个充满勇气与豪情的高原。这里我曾徒步了半个多月，虽然路途非常艰辛，但是当看到最美的画面时，非常的安慰和自足。而他拍摄的巴塔哥尼亚的秋色尤其让我震撼，因为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色。就被他俘虏了。他丝般的秋色，像一场华丽流动的色彩盛宴。沉迷其中，真的是童话世界。那样的高度，而带你一次又一次的超越自己。一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罗红拍的这些视频也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因为亲身感受过这些地方，所以看到这些的画面会更加的有感觉。但是他所拍摄的画面和角度是我穷极一生也难以做到的。这部优美壮丽的纪录片
也体现了罗红先生因一生为美而感动，为美而存在的梦想，孜孜以求，艰辛又激情澎湃的历程。这里是我的家乡，也是我摄影梦想的起点。纪录片也展示了罗红拍摄的国内四川、西藏、云南、新疆的美景，用直升机拍摄的雪山美景。在稻城亚丁，我拍摄到3座神山在超级月亮下的圣洁与庄严。这些美景也曾出现在我的视频里面，但这些上帝视角拍摄的画面让人更加震撼。在掌区8大神山之首的梅里雪山，中国的壮美河山也会让世人惊艳。西藏的江南柳枝，是百里桃花盛放的世外桃源。这是清天的黑花，是我心中最美的雪山之一。我来到了辽阔的新疆，很多人也看过我拍的新疆视频，不过基本都是手机拍摄的。再看看罗先生直升机拍摄的震撼画面。这个纪录片35分钟，可以说是屏住呼吸观看完成的，实在是太震撼了。离开电影放映厅，前面就是罗红的摄影展。这个摄影展厅非常大，里面基本都是巨幅的风光摄影作品，应该是从他20多年来的一些拍摄作品里精选出来的150幅左右。主要选择的都是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的摄影作品，而且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一辈子无法看到的画面。每幅作品都有非常详细的文字说明，而且都是非常巨幅的宽幅作品，仿佛是你眼中的宽广世界。哎呀，我也曾爬到这儿啊。巴塔哥尼亚确实，它的山形太漂亮。我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周吧，时间走了很多徒步线。山塔就走到它这个湖边，走了5万多步。塔哥尼亚的秋，下雪了，黄色。离开展厅，从这片白色的通道下去，前面有一片很漂亮的园林，还有下午茶的景区。这些建筑和园林的设计都是来自世界各地非常知名的设计艺术家创作的。除了欣赏这些摄影佳作，还可以在这片优美的园林中坐下来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看这片的景色多美！这些微景观设计得非常精巧，一大片池水，有松树、山石、花卉点缀其间。
几只天鹅游荡其中，伴着粼粼波光，非常的优雅。在这样的环境里，喝一杯饮料，品一块蛋糕，当然是非常惬意的事了。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罗红也是一个企业家，鼎鼎大名的好利来和黑天鹅就是他创立的品牌。这里的甜品区价格也不贵，所以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其实不少朋友来这里也是因为购买了好利来的蛋糕而获得了这里的赠票，所以千万不要浪费这个门票啊。北京也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将近100家，这个罗红摄影艺术馆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我个人觉得这里还是非常值得来参观一下的，能够深刻地体验到罗红对生活和摄影艺术的追求极致的感觉。看，这个艺术馆的其他空间也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喜欢摄影，喜欢自然风光，喜欢旅游，可以来这里进行一次艺术休闲之旅。你听过广西的鹅泉这个小村庄吗？这里真的像是个世外桃源。这2天我就住在了世外的小桃源鹅泉。在广西的通灵大峡谷待了2天，接下来就准备去附近的鹅泉。鹅泉离通灵大峡谷大概有50公里左右。先是搭车到了靖西，然后打车到了鹅泉，不到10公里。这里就是美丽乡村鹅泉村。村子不大，在这里找了一间民宿住下来。这间观景的民宿只有100元钱，阳台上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讲真的，这个风景有点惊艳到我了，立刻决定住2天。这里的民宿类似于农家乐，既可以住宿也可以吃饭，门前都有很多船。休息了一会儿，就准备到村子里转一转。入夜将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多美丽的湖水和倒影，自难相忘。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曾设下。村子里有一个新桥和一个老桥，这是通公路的新桥，右侧的是村子的老桥，是一座15孔桥。绿油油的庄稼实在是太美了。岁月覆满爱人袖，片片芳菲如水流。凉天一帘夜一山花色，真的是青山碧水。凡尘深情着我。人间一度情劫难了，这旧的心还。前面的小路上有几头水牛，这个老人和水牛真的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一样，大象似的。刚洗完澡的水牛自己爬上了岸。
眼看着老人和2头水牛从老桥上走过，可惜没有赶到最佳的位置拍下这美丽的画面。现在即将夕阳西下，河滩上有几只鸭子，多么宁静优美的田园风光啊！这就是村里的老桥15孔桥。真的是太美的一个小村庄了。逛了一会儿，天就黑下来了。一个人在农家乐吃了晚饭，便宜又好吃。门外的夜景灯光，早晨睡了个懒觉，拉开窗帘看看外面的景色。这房间简直太完美了，100块钱一晚。清晨准备去鹅泉风景区看一看，这里早晨7点半以前是没有人收门票的。一起到景区里看看，看看里面和外面有什么不同。当地人在这么漂亮的湖中洗衣服，真的太可惜了。这个鹅泉风景区的门票是45元，基本上住在村庄的人都不买票，因为早晚都没人管。当然，如果你白天到这里旅游，肯定要买票进入了。这个地方之所以叫鹅泉，是因为有个传说，一个老奶奶捡了2只小鹅，一块养大。其实这2只小鹅是仙女下凡，仙女离开的时候，在老奶奶的房前留下了一汪泉水，从此这里不再干旱。清晨的鹅泉宁静美丽，又没有人。看看多美的地方，不亚于桂林。我之前也拍过离这不远的明氏田园，感觉2个地方有相似的地方，但更喜欢这里。走过小桥，前面有座观景的小山，上去看一看。这座山不高，有2级观景平台。现在到达了观景平台，看一看整个小村庄。真的是个世外桃源，夏天这里还不热。这里面还有
看看这水多清多绿啊，里面还有特别多的鱼。这片湖面就有很多泉眼，就是鹅泉。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鹅泉里生长着各种颜色的海草，如果从空中俯拍，一定非常美。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自己。这里还有一片花海，想你是你在眼前，又是一个人承包了景区。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你也相信我们情绪友谊，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鹅泉在广西应该算是个避暑胜地了吧？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你也相信我们前世有缘。就这样在鹅泉溜溜达达的待了2-3天。其实鹅泉的周边还有好几个景点，但这次就选择了在鹅泉静静的休息2天。鹅泉的夜景也是挺美的。怎么样，你喜欢这个世外桃源鹅泉吗？